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生活节奏快，失眠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失眠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躺在床上始终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在这个漫漫黑夜当中一直翻着，一直滚着，就是睡不着，大脑当中思维非常混乱，一直想让自己强制的安定下来始终睡不着，直到天亮了顶着疲惫的身躯再去上班，再去工作，再去做一些家务，很累，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失眠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原来一个脾气非常好的人，他经过长期的失眠以后，他就会导致自己的性格大变，变得特别挑剔，爱挑别人的小毛病，嘴巴变得特别的碎，特别的易怒。有些朋友还会因为失眠导致自己的这个记忆力下降。总之，失眠不是一件好事，也非常的痛苦。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把它解决呢？非常的简单，教给大家2个小技巧，这2个小技巧都非常实用对于一些中度以下的一些失眠都能带来很大的帮助那我们是什么小技巧？第一个呢叫神门画圈法就是我们的神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们把它对在一起，2个手都对在一起，对在一起呢就画圈睡前画上100到200圈就这样画圈，2个手就这样轮流的画轻轻的幅度也不要大轻轻放松，躺在床上手就放这画圈，画个100到200下。很多人画着画着自己的困意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它可以帮助我们安神就这样。第2个动作也是非常简单的叫舒眉法舒眉法。为什么叫舒眉法呢？其实非常有意思你会发现这个人睡不着的时候他这个眉头是始终紧皱的就睡不着，这个眉头一直皱。你越皱你就越睡不着，为什么呢？它会激起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交感神经的一个反应让人变得兴奋。所以呢，想要你睡着我们就要做舒眉法，让我们的眉头舒展开来。你去观察熟睡的人他这个眉头是舒展的很开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外在的刺激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更好的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中。那舒眉法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我们2只手就是刮我们的眉头，把它慢慢往外刮，越刮越放松，越刮越放松。单手做是什么呢？推我们的眉头，看手这样推推着往外推，推上一个100下到200下，让我们的眉头舒展开来。就可以了。其实它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把我们的紧皱眉头给它往外扒把它扒拉开，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点把它扒开了以后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之下是更有利于我们助眠的所以呢，如果你睡眠不好，不妨试一下这2个方法。第一个就是神门画圈，第2个就是舒展眉头这2个方法可以一起做对于你的帮助会更大。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如果你感觉有用的话，在视频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没有关注没有点赞的，关注一波，点赞一波。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没有关注过你自己的呼吸？我教你一个小方法你用你的双手手掌捂住自己的耳朵，就像这样捂住，眼睛闭起来，把头往下低，然后来吸口气，吐出来。你注意一下，听你呼吸的声音。当你把耳朵捂住，它能感受到你自己呼吸的这个声音。有的人他是比较粗的，有的人头一低，然后会感觉到有一种咆哮的声音是在里面发出来的。有的人呢，呼吸起来会比较的柔顺，自己关注一下自己的声音。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注重自己呼吸的，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你要知道，真正会练的人都是会呼吸的。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你的呼吸变得比较的急促呼吸变得比较的快，一个呢是你的吸气量变浅了。这个时候频率加快了以后，你会发现这里跳动的速度变快，同时呢，你这个人容易变得更加的急躁容易发脾气。当你呼吸的频率接近我们的正常的一个进气的时候，就是我们偏向于理性的时候。而我们如果想要身体慢下来，比如在特殊的时候，你晚上睡觉这7、8个小时总是睡不好，就是翻来覆去的，或者是你就看星星看月亮，就是睡不好，往床上一躺就胡思乱想的，或者是你平常总是胡思乱想的人，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让你的呼吸节奏慢下来。
你呼吸节奏只要一慢，它这里的速度就会慢，然后呢，整个大脑当中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其实说来也巧，在很多年以前啊，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老人。这个老人啊，90多岁，专门啊对呼吸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特别是道家的静功。你会发现，这个静啊是安静的静，道家的静功当中啊，它很讲究这个呼吸的调节，特别是我们熟知的这种吐纳法，都是在强调呼吸。那么在道家的静功当中呢，有一个最高阶的方式，就是叫做引导法。什么叫做引导法？顾名思义，通过一个手势，让你整个人引导到一个安静的状态。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玄？但是我看这位老先生每天晚上睡觉的姿势，包括他有的时候在这儿打坐入定的姿势，都是通过引导法进行的，而且这么一坚持啊，就几十年下来。所以呢，我把这个方法也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试一试。特别是我们刚刚捂住耳朵，头低下来，感觉自己啊这里不通不畅的，都可以去做一做这个引导的方法去练习。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引导的方法怎么去做，其实非常简单啊。我们把双手伸出来，用你的大拇指点住你的无名指根啊，点住它，2个手指都点住，把手这么一包裹住了。包裹住了，你看这个姿势，很多人都知道啊，叫做卧固。那么在道家当中呢，这个也叫做子午诀。把卧固做好以后，我们把双手啊，身体坐直，双手就置于我们的腹部两侧啊。你看这是肚脐，然后呢放在两侧就行。就这样放好，眼睛闭上，我们做3到4个呼吸，你感受一下你呼吸的变化。眼睛闭上，什么都不用去想啊，就正常呼吸就行。来，吸气。所有的朋友啊，可以慢慢的把手机放下来，跟着我一起做。吐气，吸气，自己去感受一下。吐气，吸气，吐气。因为在做引导的过程当中，我不能去讲话，所以呢，大家如果没看明白的话，可以往前快进一些，然后把视频暂停，自己再感受一下这个呼吸的变化。我来这里直接分享一下答案。刚开始你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气慢慢随着你的呼吸的一个时间加长，它会越来越深。从刚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呼吸到这儿，慢慢的到往下，再到下面啊，越来越深，一次比一次深，逐渐的这个气啊进的深了。吐出来的变得很绵柔，然后呢，你再观察哪一点？观察我们的肚子，手放在肚子两侧，它如果起伏的话，你会很明显的观察到。我们这个引导法其实是引导着你去做腹式呼吸啊，你不用刻意的去练，你也不用去了解，你只需要把手放在肚脐两侧，你会发现气进的深了以后，它这个肚子啊就开始上下起伏，这个就是腹式呼吸。同时呢，如果说你还能留出一些思绪去观察的话，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变化。很多朋友发现啊，这里做着做着就怎么样变慢了。它变慢了以后，逐渐的你原来当中的一些杂念就开始慢慢的跑掉了，就被你的呼吸带着走。然后你就会发现，此时就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空空的、无的，就这种感觉，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的舒服。所以呢，这是这位老者啊，每天啊下午的时候都会去做着一件事，每天就这样去做上一个10分钟。当然，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我只是建议大家在什么时候，如果说你在遇到一些比较烦的时候、比较躁的时候，或者你感觉你的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啊，10次就可以了，呼吸10下。那么如果说有的朋友啊，晚上这7、8个小时睡不好，特别是头一沾着枕头就开始忍不住乱想了，怎么办呢？一样的，用你的大拇指点住无名指的根，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就这么放着，人正着躺。如果你不喜欢正着躺，你侧着去握，手握着也行啊，把身体卷曲起来，就这么侧着睡也行。你只要这个姿势放好了，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呼吸就被调整过来了。当然，我建议大家比较好的，因为我看这个老师傅睡觉的时候都是这么去睡啊，你可以把手就自然置在肚脐两侧。我自己去睡的时候也是这么去睡，会感觉特别的棒。
你们这样一放，然后发现呼吸只要进得深了，接下来所有的都是通过这个引导的方法去引导好的。你记住，呼吸的速率啊，就会决定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会呼吸的人，往往他自己的状态就会非常的棒。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把它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如果你没有关注我呢，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啊，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咱们睡觉的时候最怕什么？就是第一个夜里面起夜啊，第二个呢就是睡觉的时候盗汗。那起夜呢，常见于女性啊，女性比男性的多。为什么？因为女性她生完孩子以后啊，盆底肌啊这个无力啊，整个内脏呢可能会有一些下陷，压迫咱们的膀胱，造成了这个夜里面起夜变多。那我们之前有期视频有讲过啊，这个起夜多了，咱们可以啊练习盆底肌啊，增加或者保持住咱们腹腔的压力啊，可以改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盗汗，盗汗呢其实女性也是比男性要多啊，就是多见于更年期之后啊，咱们这个更年期来了，这个夜里面盗汗，对吧？汗流不止，那一觉起来以后啊，这个整个床啊都湿湿的，或者夜里面汗多了根本没法睡觉，这两个啊都是会影响咱们的睡眠的。今天我给大家啊介绍一个穴位，那这个穴位呢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以上说的这些症状。这个穴位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阴溪穴啊。这个阴溪穴啊，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掌横纹啊，就是腕横纹这边往下啊，大约一个拇指啊，就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阴溪穴呢，它是位于咱们手少阴心经的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啊，它可以沟通咱们的心肾啊，也就是说，它对于盗汗啊，包括了对于调节咱们的膀胱啊，都是得到证实，会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所以，如果你有以上说的症状，每天咱们就按揉它。怎么按揉？这也是一个讲究啊。咱们把手啊定位到这个穴位啊，定位到这个穴位，其实很好找，因为咱们不是做针灸啊，没必要找那么准，一个大拇指就这么大，对不对？咱们就定位到，比如说这是掌横纹，咱们就定位到这儿啊。定位好以后啊，咱们这个手腕啊，给它微微弯一点点啊，微微弯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下面是我们的一个肌腱，如果说它肌腱顶起来的话，那咱们按起来的话，效果就不好了。那咱们就是要手腕弯一点点啊，弯一点点以后呢，咱们这个手啊，手指，因为我是演示啊，我们正常做的话，就可以放在咱们的这个腿上啊，去这样去做。那咱们手指啊定位上去以后，然后我们给它进行一些啊压揉，点进去。这为什么要点穴呢？一定要是你看啊，点进去，点进去以后，你要感觉手下的肌腱啊，它没有阻挡你的这个手指，然后呢，力量渗透进去以后啊，然后呢，渗透进去以后，微微的一个揉动，揉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微微酸的感觉，这种酸的感觉呢，咱们叫得气啊。那我们咱们试一下啊，揉进去，然后微微揉，你看我的这个拇指啊，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拇指呢，它是没有就你看我点进去以后，它没有动了很多，但是里面呢，我手下的力道是感觉到它已经是在揉了一个小圆圈啊。咱们就这样去揉，每天揉一个2分钟到3分钟啊，它就能很好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症状。你可以揉2只手啊，这只手揉完了以后啊，咱们再把这只手给做一下，一样的，你看，咱们手定位好啊，定位好。这个位置，这个是掌横纹啊，咱们往下一点点就可以了。定位好以后啊，咱们就开始揉啊。你看手按钮一点进去以后啊，立马就感觉哎有点酸酸的啊，手微弯曲一点，有点酸酸的，那咱们就开始微微的揉啊。这个力度啊要适中，也不要太大力啊，太大力会损伤咱们皮下的一些组织也不好，就适中啊。这个适中具体多少呢？要自己体会了，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耐受的感受啊不一样啊。咱们就揉2到3分钟啊，这样揉。那我们坚持这样去做，那就可以改善啊咱们的这个盗汗啊，包含了这个睡觉起夜的一个症状，所以这个穴位啊它是非常管用的。那么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看了这些视频以后啊可以带来帮助啊。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睡眠不好啊最为苦人，我相信有过失眠经历的朋友们都深有体会。
躺在床上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眼睛闭起来以后啊，满脑子啊都会重复一些片段，好不容易啊睡着了以后，却发现啊睡得不太踏实，眼睛一睁起来了，浑身上下都特别疲劳。其实睡眠啊本来就应该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但是对于失眠的人来说啊，他非常痛苦，所以呢，失眠的人啊特别害怕夜晚的到来，特别害怕睡眠。没有关系，今天啊，大伟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改善睡眠，让你沾床就睡。而且呢，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我现在来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啊，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好了，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方法怎么去做。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做开双门。咱们的身体里面啊有2扇小门，这2扇门啊只要打开了以后，就可以帮助我们安定心神，更好的去入睡。第一个门啊叫做神门，大家都听过啊，但是我们打开神门的方法和以往的方法不一样。我们准备1小碗的白开水，拿这个手指啊指尖啊蘸着这个水啊绕一绕，然后呢把这个手指蘸水的手指啊去拍打我们的神门啊，拍打哪里呢？其实呢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腕横纹下方，你看这3个手指啊，你看对上去，然后拍打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般来说，我们蘸着一个水啊，拍上15下到20下左右，然后呢，再手蘸一点水，然后继续，就这样去拍打啊。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啊，我们手啊就这样啊，手指只要放在我们的腕横纹下面，就这样拍就可以了啊，拍上一个20下左右。好，再蘸一遍，再拍啊。我们如此反复重复5次，一共做上100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都知道神门可以帮助我们安定我们的心神。很多人啊就是心火大，心里烦躁，睡不着觉。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皮肤蘸水打开这个穴位，给我们的心火啊降温。那么讲完了第一个动作，开神门，我相信跟着我一起做的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啊，感觉心里面特别的舒畅，特别的安静。好了，现在我们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啊更厉害，叫做开天门，打开头顶上面的经络锁。我们要知道，很多人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是和头上的这把经络锁有很大的关系。这把经络锁只要打开了以后，你的大脑当中啊将会清空啊，睡觉会变得更加的容易。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天门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做动作之前啊，我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这把梳子啊和普通的梳子啊不一样。它的梳头啊齿头更大，大家可以看到更加的圆润，是专门为了打开我们头上的经络而设计。现在呢，我用这把梳子啊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所谓开天门，第一个就是要从我们的印堂到我们的发际线这里，你看这条线，我们用这个巨大的齿头啊往上去推，1、2、3、4、5。在推的时候啊，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很多人啊，他因为长期啊睡不着啊失眠，所以呢，他在推这条线的时候会发现这条线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小的颗粒。这些颗粒呢，你用手去推啊，感觉的不太明显，但是你用梳子啊去推，你会发现这些小颗粒啊，就像一个小米粒一样，在你下面去滑动啊。而且呢，你推上去的时候会感觉酸酸溜溜的，有些朋友还有一些刺痛，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就这样去推。一般来说，推上50下左右啊，这个感觉啊就会弱上很多。好，做完了这条线以后，你看这条线像不像一个门缝啊？两边像不像啊一扇门？好，我们开始，你看把这个门给打开啊，顺着去刮，刮到哪呢？刮到你看我们耳朵后侧啊，一直到脖子这儿，你看一条线下来啊，这个开天门，你看这个动作多好啊！做的时候啊，直接在脖子上面啊一些问题啊也给它解决了。我们用这个梳子推的时候啊，是明显的能感觉到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颗粒感啊，就是皮肤上面这些颗粒感和筋结啊，都是我们身体经络不通的一些表现。所以呢，你在刮的时候啊，会感觉有些酸啊，有些胀啊，都是正常的。随着你刮的这个次数啊变多啊，然后慢慢的你能感觉到这些小点啊，逐渐的就消散了啊，你的体会的感觉呢，就会由原来的酸啊、胀啊，慢慢的变成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啊，就这样，我们就一下一下的刮。一般来说，你看我右侧做个50下，我左侧也做个50下啊，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头上的这个天门啊给打开。啊，你看神门打开以后呢，我们开天门，天门打开以后呢，啊，这个时候你的心火降了啊，我们头上的啊这个经络锁给解开了，你睡觉的时候啊就会变得更加的踏实，
而且呢，做完这个动作，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啊！你看，我做完以后，我把梳子往这儿一放，我就安静的坐在这儿，我会感觉整个身体上面啊非常的舒服，大脑上面的头皮啊感觉一层一层的解开，非常的放松。然后此时呢，你躺在床上什么都不用做，眼睛一闭，很容易啊就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睡眠状态当中啊。所以呢，这两套动作啊，你只要结合在一起做，是1+1大于2的啊。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的睡眠啊不仅变好了，而且啊变得更踏实，更容易入睡了，睡觉变成了一件非常享受的事。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睡觉当中一个小动作就能够让你在睡眠当中啊，肾气源源不断的给身体补充。那么当你睡醒了以后啊，身体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无论你的精力啊，还是精神啊，还是整个状态都会非常的好。那么今天这个小动作啊，我要来分享给大家，而且呢，非常的实用。像很多的一些啊中老年人啊，感觉自己啊体质偏弱的，睡眠不太好的，都可以用这个小动作。那么这个小动作是什么呢？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可以先跟我做一个手势啊，小拇指相勾。我们说小拇指是什么呢？长勾小指撞双肾啊，然后大拇指对顶啊，把这个手势做好。大拇指顶着，小拇指相勾，然后我们另外的啊这个全面要把它对在一起，把这个手势给做好啊。手势做好以后啊，它其实啊是做了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循环。你看这个动作像不像循环啊？就是肾气从这里小拇指穿过去，再从大拇指啊对着再回来，它其实啊是一个循环啊。把它做好了以后呢，放在我们的一个肚脐下方啊，正好呢让我们的大拇指啊指头顶着我们的一个腹部啊，就这样啊放在我们的肚脐下方，就这样一放就可以了。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采用的是什么睡姿呢？啊，就是军人睡姿啊，军人睡姿啊，看好，平躺在床上，手啊就用我刚才教大家的一个啊这个手势动作放在肚脐下方。腿呢，如果说你感觉自己的下肢啊总是感觉啊气血啊下行有一些阻碍，或者呢这个腿脚啊总是感觉冰凉，我们就把下面也做出一个啊引导的姿势。怎么去做呢？就是这个腿啊要把它弯起来啊，把它弯起来以后，我们脚底的涌泉啊给它对上去啊，腿一弯啊，脚底的涌泉一对，那么这个姿势呢，就是让我们的上身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循环，下身呢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能量的循环。这个状态啊，其实对于我们整个身体来说是能达到一个最放松、最自然的一个状态，身体是能够起到一个最好的补充，而且通过这个状态的引导以后啊，你的睡眠啊会变得啊更加的容易，在睡觉以后啊，身体里面会启动一个自动的一个平衡。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动作啊，你看，把它手一放在小腹。脚也可以把它做成什么呢？做成一个涌泉相对啊，这个腿啊往外打开。如果感觉这个下身啊感觉还没有问题，那我们就采用我们双脚并拢直立的状态，保持一个5到10分钟啊。这个呢其实是一种锻炼啊。这5到10分钟啊，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呢就是你不要去想太多的东西，尽量把我们的大脑啊给放空，然后去调整我们的呼吸啊。缓缓的吸气啊，大家看，吸，然后憋住1到2秒钟，再缓缓的吐气，吸，这个气啊充满了我们整个肺腔以后啊，然后憋住，缓缓的吐气。就这样啊，慢慢的啊，你会发现刚开始有点不适应，然后呢，你会感觉自己总是想要去控制呼吸。当你练习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啊，这个身体当中已经适应了呼吸，甚至啊，你会忘记啊这种呼吸方式，但是其实你已经按照这种呼吸的模式在运行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反馈啊，就是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个小腹当中啊会发热啊，会感觉里面有个小火球一样在里面发热。有的朋友做完以后啊，他甚至会蔓延到整个后背，会有一种轻微的一个热感。然后如果说我们双脚脚底涌泉也对在一起的话，这个脚底啊，包括我们的关节啊，也会有一种微微的这种热感。
这个热啊和平常比如说我们拿一个热水袋啊，或者我们拿一个暖宝宝啊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温热啊的感觉。这个时候啊其实就到位了啊。我们经常去练习一段时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啊把这个动作保持好，然后去练习一段时间，一般来说啊7到10天左右啊，你就会有一种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个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啊就到位了啊，这个到位2个字啊很重要。有了这种感觉以后，你再坚持去练，你的身体的整个状态啊，它自适应调节的一个能力啊，都会慢慢的提高。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啊，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啊。感觉就是一个动作，但是它离不开我们的呼吸啊，离不开我们的坚持，还要保持一个更平和的心态。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啊转发给身边啊有需要的朋友们。没有点赞的，长按视频下方的赞，3秒钟给我一个超级霸气的赞。我是大伟，没关注的记得关注一波，每天都会分享一个有价值的绝活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